那气势太强，白小纯承受不住，不由自主的就后退起来，心脏砰砰加速跳动。可这一切只是刹那就结束，大天师的腰板再次佝偻下来，他的头也低下，化作了一声叹息。风云恢复，日月重现，天地平静，似乎之前的那一瞬是错觉一般。可白小纯心中的颤动却是清清楚楚。此刻呼吸急促时，那大天师缓缓转头，目光落在了白小纯身上。你刚才说什么？李家有一株什么？白小纯有些傻眼，他此刻心底欲哭无泪。他总算是明白了，自己误会了。这大天师根本就没在意自己抄家得到的那些宝藏，而是不知为何有了感慨，所说的话语也与宝藏无关，是自己心虚之下才有了误会。眼下面对大天师的问话，白小纯咽下一口唾沫，脑海里连忙转起念头，飞速琢磨如何保全自己抄家的那些收获，心底压力极大。尤其是大天师的目光，更是让白小纯额头冒汗。着急时，念头也多了起来，赶紧开口：“那个李家有什么呀？这是小事。大天师，我觉得人心虽难测，可并不重要。这些人到底是心中向着魁皇，还是向着您，一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大天师与魁皇都出现的时候，他们的态度。”白小纯刚一开口，稍微有些语无伦次，可说着说着，他脑海思路就清晰起来，言辞也都利索了不少。就算是陈好松等人的心中都心向魁皇，又能怎样？他们哪一个敢开口承认？就算是这魁皇朝内的所有权贵都是向着魁皇，又能如何？在大天师面前，他们根本就不敢表达真正的内心，这本身就说明了大天师足以压制一切。白小纯越说越顺，双眼也都有了神采。大天师，您或许做不到让所有人都忠诚，也猜不出谁不忠，可您能做到让所有人都恐惧，都害怕。所以，大天师卑职认为，您根本就没必要去在乎他们到底心向谁，只需去在乎他们怕谁，这就可以了。白小纯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到了最后几乎是铿锵有力。只是说完，大天师那里目光一凝，似若有所思。这一切让白小纯自己都佩服自己了。这番话语，他觉得说的特别漂亮，也特别有道理。眼看大天师在思索，白小纯心底有些嘚瑟，再次感慨自己的机智实在是天下无双，无与伦比。为了保护住李家的那株药草，还有圈儿，我也是拼了。白小纯干咳一声，心底越发觉得自己极为优秀，更是仗义。琢磨着应该趁热打铁，于是思绪电转之际，忽然开口：“大天师，卑职有一计。”第771集祭祖之日，大天师神色恢复如常，看不出什么心绪，只是在白小纯身上扫了扫，淡淡开口。白小纯深吸口气，立刻说道：“我可以给大天师创造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可以让满朝权贵当着大天师您老人家的面，必须表达态度。卑职眼力不行，看不出那些老狐狸们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不过大天师目光如炬，或许能通过他们的言辞以及神魂波动看出一二。”白小纯说到这里，在脑子里仔细的推演一番后，越发觉得自己这计策可行，不由得眉飞色舞。卑职这计策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堪称杀招。此招一出，人心可见啊！白小纯一拍胸口，心底傲然无比，只等着大天师来问自己到底是什么计策。可等了半天，大天师那里神色始终淡然，这就让白小纯有些尴尬了。于是他干咳一声，挠了挠头，继续开口：“不过我这杀招要施展的话，需要满朝权贵都在，甚至魁皇也在的时候才可以用出。大天师，不知近日可有什么需要所有人都出席的盛典？”白小纯心底期待，却仍卖着关子，看向大天师。大天师深深地看了白小纯一眼，闭上双目，半晌后睁开，传出沙哑的声音：“1个月后有祭祖，你既有把握，祭祖之日就让老夫看看你所谓的杀招。”大天师没有去问询白小纯，这到底是个什么计策。此刻说完，袖子一甩，白小纯只觉得眼前一花，清晰时又已出现在了皇宫外。居然连问都不问，难道是觉得我在说大话？白小纯有些不服气的抬头看了看天师殿的方向，心里哼了一声：“我白小纯一旦出手，自己都害怕。也罢，到时候就让大天师以及所有人看一看我的可怕之处。”白小纯在心底自信满满，一想起自己的计策，他就忍不住充满期待，脑海里不由得就产生了一连串的幻想画面，越想越是美滋滋的。到了最后，他几乎都要笑出声了，一路得意着，笑意盈盈的带着那上千尸魁回返监察府。回了监察府后，周一星也赶来复命，被白小纯很快就打发到了监察府的其他区域里，自己则是在那主殿内闭关。至于宋缺，白小纯眼下没工夫理会，他此刻满脑子都是自己的那个计策。在主殿中，白小纯取出魂塔，让白浩显现身形，立刻就将自己的计划告知对方。白浩听着听着，眼珠子都快要瞪了出来，呆呆的看着眼前的师尊，良久才深深吸了口气。这招真的是师尊你想出来的？白浩有些不确定的问了一句。当然是为师想出来的呀，怎么样，厉害不厉害？
眼看白浩如此，白小纯更开心了，吹嘘一番，拍着胸口说道：“这招太狠了，尤其是魁皇也在的话，满朝文武估计要抓狂。不过重点不是这计策本身，而是大天师的判断。”白浩由衷的赞叹，又帮着白小纯完善了一下，使得这计策越发完整后，白小纯越发得意了。时间过得太慢了，真希望明天就祭祖啊！白小纯神情亢奋，好半晌才压下激动的心情，琢磨着自己刚刚抄了礼，陈两位天侯，此刻外面风声估计不小，不适合继续行动，于是决定闭关1个月。尤其是他的17色火，当初与公孙2人赌斗时，在那熔火境中有很多明悟，后来又尝试炼制了几次，心得积累了不少，正好也借这1个月的时间去好好的炼制一番。1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在白小纯闭关的这段时间，魁皇城内风声鹤唳，李家与陈家天侯被大天师拿下，家族被抄，这件事情掀起了极强的风暴，轰动整个魁皇城，所有的天侯都紧张起来，就算是天宫也是如此。他们已经嗅到了当年监察府发动的那场腥风血雨的味道。实际上，在白小纯被任命为监察使的时候，魁皇朝的权贵就已经有了预感，只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白小纯的出手居然这么快，且大天师的果断竟然也是雷霆霹雳一般。2个时辰不到，2大天侯不但自身难保，家族更是被抄，所有族人统统收押。而白浩这个名字也在魁皇城内再起风云，轰动八方。有好事之人研究后发现，似乎自从白小纯来了魁皇城内，整个魁皇城就不一样了。这白浩难道真的是个灾星？太狠了！我亲眼看到那白浩抄家，所过之处刮地3尺，寸草不生啊！也不怪那白浩，实在是他与那些权贵之间的摩擦，随着一次次的碰触越发激烈，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各种言论不但在魁皇城内出现，整个蛮荒4大天王的城池内也都逐渐的传出。那些在炼魂湖内与白小纯有过矛盾的天骄们，一个个也都心惊。李天胜的凄惨让他们感同身受，不由得都老实起来，甚至被其家族严厉的限制，轻易不外出。实在是这一刻的白小纯可以暗中对付，但却不能明面上去碰撞。这一幕让人惊心的同时，也如兔死狐悲一般，让所有人都胆颤心惊，警惕越发强烈，也对白小纯那里暗藏的杀机越来越浓。他们不敢去得罪大天师，也只能将这杀意锁定在了白小纯身上。且对于满朝权贵来说，他们虽平日里彼此争斗，可在这个时候却是异常的团结。不管是不是心向魁皇，可这种动辄就灭杀天侯的事情，让所有人都紧张担心。有部分权贵纷纷拜见大天师，可也有很多人想要暗中灭了白小纯，以此来反击。只是白小纯这1个月根本就没出门，而那些对他有不轨之意的众人也根本就不敢杀入监察府来，只能眼看时间流逝，慢慢的祭祖到来。整个蛮荒对于祭祖都极为重视，无论是各个家族还是那些大小的部落都是这样。而对于魁皇朝来说，祭祖更是一场盛典。在祭祖的这一天，魁皇也会出现，哪怕这一代的魁皇已成傀儡，可依旧还是会在这一天现身皇宫广场。同样的，所有的权贵若无意外也必须要出现，一起来祭祖。只有4大天王不会到来。实际上不仅仅是祭祖，除非是发生了惊天动地可以改朝换代的事情，否则的话4大天王不会到来魁皇城。他们不能来，毕竟他们与大天师之间的关系极为微妙，算是处于一个平衡。而若是到了魁皇城，一旦出现意外，影响太大。虽他们不来，可他们的子嗣会代表他们出现在祭祖之中。因为魁皇朝的祭祖祭祀的正是那开创了朝代的1代魁皇，哪怕过去了太多岁月，可对于魁皇朝的子民来说，1代魁皇依旧是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存在。同时，这祭祖似乎也与明皇有一定的关系。每一次祭祖，天地都会如被撕开一般，冥河显露，旋转成为一个巨大的漩涡。这漩涡之大，覆盖整个魁皇城，更有大量的魂会在祭祖这一天从天而降，算是福泽子民。任何人都可以在祭祖的这一天去收获降临的魂。传说中曾经有过一次，甚至都有天人魂从天而降，这也就使得祭祖之日不但是魁皇朝的权贵要参与，同样也是所有魁皇城子民的一场盛会。不过对于魁皇朝的权贵而言，他们虽也会出手抓获降临的魂，可却没有怎么在意，只是图个好兆头罢了。随着祭祖之日的到来，这一天整个魁皇城都充满了肃穆的气氛，家家户户都走出家门，在这街头向着天空跪拜。与此同时，天空的皇宫内也有钟声敲响，回荡整个城池。所有的天侯、天宫都穿着朝服，神色平静地走出，飞向皇宫主殿外的广场。与此同时，白小纯也走出了闭关的大殿，在走出的一瞬，他目中有藏不住的喜色。抬起头后，他看着天空，目中露出激动与期待。终于将17色火炼出了，而这祭祖也要开始了。白小纯长舒一口气，一跃飞出，上千尸魁随之而起。第772集，有本事
来打一架。随着钟声回荡，整个魁煌城内人潮如海，天空上一样如此，一道道长虹破空飞出，直奔皇宫而去。更有大量的魂修侍卫分散四方，维持秩序的同时，也警惕在这祭祖之日或许会发生的意外之事。虽然出现意外的可能性不大，但这些魂修侍卫依旧尽忠职守，尤其是在监察府附近，更是他们重点关注的区域。实在是1个月前的2大天侯的事件影响太大，而新任的监察使更是处于风头浪尖，可以说是与整个朝堂针锋相对。一旦出现意外，影响了祭祖，责任太大，他们承担不起。几乎在这些侍卫关注监察府的同时，监察府内白小纯的身影一跃而起，身后上千尸魁呼啸守护，一行人气势汹汹，直接飞出。几乎在白小纯出现的瞬间，立刻天空上所有路过的权贵之人都刹那间将目光凝聚到了白小纯那里，那一道道目光中蕴含了复杂、厌恶、敬畏，种种思绪包含在内，使得白小纯这里立刻就仿佛万众瞩目。感受着天空上那一道道身影的目光，白小纯干咳一声，背着手，抬起下巴，趾高气昂，时而还瞪起眼睛。但凡是带着厌恶目光看来之人，他立刻就狠狠地瞪回去，大有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有本事来啊！白小纯桀骜的表情上写满了这一句话，他的确没什么可害怕的，背后有大天师撑腰不说，身边还有这1000尸魁，别说是天空上的那些天侯了，就算是天宫来了，白小纯也都敢瞪眼。眼看白小纯这么一副表情，天空上那些路过的权贵纷纷皱起眉头，忌惮地扫了扫白小纯身边的那些尸魁，这才收回目光，不去理会，飞向皇宫。一群怂货，看到本监察使，你们怕了吧？白小纯看到这一幕更快意了，大摇大摆的不紧不慢的飞着。实际上不仅仅是天空中飞行而过的权贵注意到了白小纯，就连地面上魁煌城的子民魂修也都在同一时间看到了白小纯的身影。监察使白浩，就是他在1个月前带人抄了2位天侯的家族，之前他1个月没有出面，如今祭祖，他的出现必定会引起风波，议论之声不断的嗡鸣时，四周关注这里的侍卫也都纷纷警惕，不说是蜂拥而来，可也是在8方守护，一旦出现暗杀之事，他们要立刻阻止。在这层层的保护下，白小纯内心的期待也越发强烈起来。他一想到自己准备在祭祖之日实施的计划，就心头火热，有些按捺不住的兴奋。这1个月的闭关，我总算是将17色火炼制出来，浩儿那里对18色火的推演也都完成了大半，估计要不了多久，就可将18色火的配方完整的创造出来。一旦18色火配方完成，我再将其炼出，那么我就是地品炼魂师。白小纯想到这里，心底美滋滋的满怀期盼，只觉得晴空万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尤其是地品炼魂师这个境界似乎就在眼前，这就让白小纯很是激动了。整个蛮荒地品炼魂师只有3位，我若成功，将是第4位。白小纯越想越是振奋，实在是这地品炼魂师在整个蛮荒的地位之高，堪比天宫，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比天宫还要高出一筹。可以说，只要不是选择背叛蛮荒，那么地品炼魂师足以在蛮荒横行，就算是犯下再大的错误，以其超然的地位，也都可以免死。毕竟蛮荒的天人有数十位，可地品炼魂师如今只有3位。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18色火若能被我炼出，那么我就可以一鼓作气，对元婴炼灵，使得自身修为从元婴中期直接爆发，晋升到天道元婴后期。白小纯想到这里，期待更多。他觉得自己在元婴中期时就可以与准天人一战且赢，那么自己到了元婴后期，说不定可以与真正的天人一斗。就算还是战不胜，等我元婴大圆满时，估计也就能和天人彻底一战了。白小纯精神百倍，奔向皇宫的速度也加快了不少，带着1000尸魁，画出上千长虹，渐渐就到了皇宫东门旁边。在白小纯到来的同时，远处也有一个中年男子，神情不怒自威，穿着金色的长袍，那长袍上绣着日月青天，配合此人那威严的神色，立刻就有一股无形的气势从其身上蓦然而起。但凡是路过之人，看到这中年男子后，都会恭敬的抱拳一拜。此人正是10大天宫之一的陈好松，他并非一人，身边还跟着一个身体魁梧的大汉。这大汉穿着蟒袍，身躯高大，肉身之力强悍无比，落后陈好松一步，很是恭敬。白小纯一眼就看到了陈好松，内心哼了一声。那陈好松也看到了白小纯，目中有寒芒一闪，厌恶之意丝毫不去掩饰。至于他旁边的那位魁梧大汉，白小纯也见过，此人模样与赵东山有些相似之处，正是赵东山的长辈，并非寻常天侯，而是当日围杀白小纯的9大至强天侯之一。祭祖大典，这种既不是天宫也不是天侯的东西，怎么也有资格到来？赵东山的长辈，那位魁梧的大汉，目光在白小纯身上扫过后，冷笑开口，他的声音很大，在这皇宫东门外又聚集了不少的权贵，此刻都听得一清二楚。这些权贵之人对白小纯都没好感，此刻闻言，立刻耻笑之声传出，一道道目光
都落在了白小纯身上。白小纯立刻就怒了，他眼睛一瞪，仗着自己有大天师撑腰，可以说是毫无畏惧了，立刻就抬起手一指那魁梧大汉：“此人不敬大天师，给我拿下！”他话语一出，顿时身边的那1000尸魁就猛地抬头，瞬间冲出100黑甲，直奔魁梧大汉而去。这赵东山的长辈一愣，显然没想到白小纯这里竟敢在这祭祖之日，在这皇宫东门外就这么的出手，不由得面色一变，正要后退时，他身边的陈好松冷哼一声：“胡闹！”声音还在回荡，他的右脚抬起，向前一步走出。那冷哼如同天雷，瞬间就在四方炸开。轰鸣中，冲去的那100黑甲尸魁全部身体一震，竟好似被禁锢在了半空中，无法前行。与此同时，随着陈好松迈出的那一步落下，一股更为狂暴的气势从其身上爆发出来，形成了风暴，直接就卷在了那上百黑甲身上，使得这上百尸魁黑甲全部倒退，轰轰中竟全部退回到了白小纯的四周。白小纯眼睛一瞪，刚要开口，陈好松的呵斥声已然传出：“赵雄林身为天侯，对你教训1、2，你不低头称是也就罢了，居然还敢污蔑大天师钦定白某为监察使，命令我来参加这一次的祭祖。这赵雄林口出不逊，教训我，就等于是质疑大天师的法誉。我说他不敬大天师，这还是轻的。”白小纯抬起下巴，大声喝道：“你！”赵雄林怒意弥漫，他之前听说过眼前之人牙尖嘴利，可却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居然能被此人牵扯到大天师身上。“你什么你？有本事出来和我监察府的这1000好汉打一架！1000人欺负你，100人怎么样？你随意挑100人，看我弄不弄死你！”白小纯声音更大，一挥手，他四周那1000尸魁黑甲煞气立刻爆发出来。“无耻！”赵雄林咬牙怒道，他哪怕是最强天侯之一，可别说是1000尸魁了，就算是100尸魁，他也打不过啊！这些尸魁一个个都是悍不畏死，身体如铁石一般，一旦出手，四不沾血，绝不罢休。第773集当代魁皇，你居然骂我无耻！大天师怎么会任命一个无耻的人成为刚正不阿的监察使？换句话说，就是大天师有眼无珠了。白小纯眼睛露出惊喜，他发现这赵雄林不说话也就罢了，一旦说话，处处都是破绽。赵雄林，你这分明是质疑本官，质疑监察府，质疑大天师，莫非你是李、陈2位最侯的同党？白小纯兴奋的大手一挥：“来人，给我堵住皇宫大门，其他人可以进，这赵雄林意图不轨，不能进。”随着白小纯话语传出，立刻就有不少尸魁瞬间出现在了皇宫东门外，将这里封锁。四周的所有权贵之修一个个也都不由得吸了口气，对白小纯这里的言辞狠辣有了清晰的认识，尤其是里面有不少还是第一次看到白小纯，顿时就在心底将其威胁程度提高了不少。而守护在这里的那些魂修侍卫则是一个个苦笑，这已经不是他们能阻止的了，只能立刻将此事上报。陈好松也有些头痛，对于眼前这白小纯，他觉得如同一个带刺的骨头一般，明明可以一巴掌拍死，可偏偏全都是刺，使他也都顾忌不少。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可这白小纯的牙尖嘴利，黑的都能说成白的，与其对话稍微一个不谨慎，就会被此人抓住倒打一耙。眼看身边的赵雄林怒火燃烧，陈好松皱着眉头低吼一声：“够了！”他说着，袖子一甩，一股风暴骤然散开，轰鸣四方，直接就将白小纯安排的守护在皇宫大门外的尸魁也都推出老远，甚至白小纯那里也都面色变化中，在那风暴下也不得不退后10多丈。几乎在他退后的瞬间，陈好松一晃，直接从皇宫东门踏入进去。赵雄林咬着牙跟随在后，回头时他看向白小纯的目光带着强烈的杀机。至于其他权贵，本就同气连枝，对于白小纯这里没有丝毫好感，此刻也都一晃飞出，踏入东门。眼看着众人都进去了，白小纯有些不满：“仗着修为比我高就可以横行吗？有本事来和我监察府的好汉打一架！”白小纯不满地嘟囔了几句，四周那些守护在这里的侍卫纷纷低头，心底也都在感慨：这位仗着大天师撑腰的监察使，居然还好意思说别人仗着修为。眼看众人都进去了，白小纯抬着头，背着手也走向东门，那些尸魁跟随在后。可就在白小纯踏入东门的瞬间，一旁的侍卫硬着头皮上前阻挡了尸魁黑甲的脚步。“监察使大人，这个祭祖之日，您的这些手下是不允许踏入的。”那侍卫心底也郁闷，可却不能不阻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白小纯。“啊！”白小纯一愣，再三确定之后，他有些傻眼：“不让进？这不行啊！里面那些人一个个都修为比我高，恨不得弄死我。我要是自己进去，太危险了啊！”白小纯发起愁来，沟通一番后，那侍卫苦笑的摇头。白小纯眼看如此，面皮耷拉了下来，琢磨着早知道如此，方才就人人好了，迟疑半晌。听到那钟声似快要到了尾声后，白小纯只能长叹一声，安排那些尸魁守在大门外，这才小心翼翼
慢吞吞地进入东门，踏进了皇宫。一扇皇宫大门隔绝了白小纯那认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门外的他趾高气昂，可门内的他此刻满心纠结，脚步也都轻了好多。好在白小纯来的比较晚，朝堂的其他权贵都已到了皇宫正殿外的广场上。白小纯这里在皇宫侍卫的引领下，快走几步，总算在那钟声结束时赶到了广场。广场很大，有18根巨大的盘龙柱，高高耸立，似能通天一样，地面都是青色的玉石，使得四方竟弥漫了灵气。中心位置有一口巨大的钟漂浮，此刻正有余音散出，回荡八方。四周外围整齐地站满了大量魂修侍卫，将此地如层层环绕一般，每个人的神色都肃然无比。在广场的两侧，前方左侧2个位置，红尘女赫然在内，还有周鸿烬也站在那里。至于右侧的最前方2个位置，小圣王公孙毅以及林陵城的世子许山的哥哥也在其中。显然，他们4位代表的就是4大天王，只不过这4位都没注意到白小纯，此刻一个个都面无表情，站在那里闭目养神。他们的后面则是10位天公，陈好松也在其中，处于左侧第3个位置上。在这10大天公身后，则是100多个天侯，越是前方就越是强悍。其中赵雄林等人就在其内，他看到了白小纯的到来，目中寒芒一闪，冷哼一声。这2排权贵彼此间隔数丈排列开来，至于最后方，则是天侯之下的一些大臣。这些人明显无论是气势还是地位，都要低弱不少，人数上千，一个个神色都带着恭敬。白小纯到来后所在的位置就是这群人之中，不过他身为监察使，身份与地位要比其他大臣高出一些，所以是在众人前方，仅次于天侯。而那些大臣虽有不少没见过白小纯，可也听说过，此刻彼此传音后，也都知晓了白小纯的身份与天侯天公不同。这些大臣对白小纯没有太多恶感，甚至还有一些讨好之意。白小纯眼看四周众人大都流露善意，心底也放松了一些，脸上露出笑容，点头示意一番，这才站在众人前方，遥望远处皇宫正殿，心中有种莫名的情绪。魁皇虽然大天师权倾朝野，可这魁皇才是正统的皇族，名义上的蛮荒之主。白小纯深吸口气，他不知道通天河区域有没有人能与自己一样，曾经或是以后站在这皇宫的广场上。可至少现在，白小纯对于自己能在蛮荒中风生水起的走到这一步，在感慨的同时，也有自豪得意。等以后回逆河宗，一定要把这里的事情好好的对小妹、君婉、大胖还有李叔他们说一说。白小纯这么想着，双目不眨，看着那通体紫金色的正殿，其上雕刻着9条金龙，四盘旋在大殿中，露出龙头，仿佛随时可以冲天而起，形成了强烈的气势，磅礴惊天。只是目光看去，白小纯就感受到了一股威压，似从那9条金龙身上散出，隐隐的他也察觉到了这四周阵法的波动。之前来这里都是去的天师殿，我还是第一次到这皇宫正殿外，不知道那魁皇长什么样子。白小纯心念一转，眨着眼观望那闭合着大门的正殿，等了也就是1炷香的时间，忽然的已经消散的钟声再次回荡开来，随着钟声的传出，那正殿的大门缓缓开启，在开启的瞬间，那9条金龙似同时睁开了眼，气势也都惊天而起，甚至仿佛在众人的耳边听到了龙吟之音，让人神情不由得恍惚。在这恍惚中，白小纯看到了在那开启的正殿大门内站着10多个相貌俊美的男女魂修，这些人衣着都极为华贵，其中一人正是2皇子。显然这些人就是魁皇朝的皇族子嗣，虽不是全部，可必然都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前方站着2个双手捧在一起，相互交叉拢在袖口的老者，这2个老者佝偻着身子，其貌不扬，可在他们身上都有阴冷之意隐隐散出。在2老之上，殿中尽头处有1大1小2张大椅，大的椅子通体金色，正是龙椅，其上有一个身影，戴着地冠，穿着地袍，正坐在那里。此人样子模糊，只能看出是中年，看不清晰具体，但却有一股贵气，随着金龙的咆哮，似从其身上不断的散出，好似至尊一般，如同一尊神，正是当代魁皇。白小纯心神震动，他看不到魁皇的表情，唯一能清晰感受的是那身影的双目，如同蕴含了星辰，让人只是一眼看去，就会忍不住心神掀起雷霆般的轰鸣声。可这心神的波动很快就消散，一切都不由自主地被那巨大的龙椅后方一张单纯在高度上比龙椅还要高出一截的小椅所吸引。那小椅黑色，平淡无奇，其上无人，就那么的屹立在那里，吸引着包括白小纯在内的广场上满朝文武所有人的目光。那是大天师的位置，请大天师。几乎在众人看去的瞬间，那2个佝偻的老者之一面无表情地传出略带尖锐的声音。在这声音回荡的刹那，苍穹上的云层立刻翻滚起来，那条曾对白小纯好奇的巨龙，其硕大的龙头猛地下沉，发出一声滔天龙啸，其气势之强，直接就压下了方才的9龙之吼，
扩散八方的同时，在那正殿尽头的黑色椅子上，无声无息地出现了大天师的身影。他的出现立刻就让殿内殿外的众人全部心神一震，哪怕是天宫也都低头恭敬的抱拳，纷纷一拜：“拜见大天师，拜见魁皇，第774级陛下，我抢了一个天人魂。”殿外数千人同时拜见，同时开口，声音之大，响彻天地。至于殿内，包括二皇子在内的所有皇族，一个个同样不敢露出丝毫悖逆之意，一同拜见。唯独魁皇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可他放在龙翼扶手上的手掌却是微微用力了一些，但很快就松开。白小纯始终看向正殿，目光在魁皇与大天师之间打量。这就是魁皇，和大天师一比也没什么呀。白小纯心底嘀咕了几句，收回目光。大殿内外的声音掀起了回音，持续了半晌后才慢慢消失。大天师面无表情，坐在那里闭上了眼，似对今日的祭祖只是来观礼，丝毫没有想要开口的意思。魁皇明显的等了片刻，这才冲着下方的2个佝偻的阴冷老者微微点头。得到了魁皇的示意，那2个佝偻的老者相互看了看，都看出了彼此目中对那位大天师的忌惮以及无奈后，其中一人深吸口气，转身面向大殿外，声音传出，所说都是一些祭祖的四文，回荡八方，音调奇异，竟引动了外界的苍穹，使得那云雾翻滚，渐渐的竟出现了一个漩涡。这漩涡轰隆隆的转动，越来越大，眨眼间就覆盖了整个皇宫。至于那条巨龙在这漩涡出现时，也都不见踪影。这异象没有引起哗然，似大家早就知道会如此。白小纯还是首次看到，不由得多看了几眼。渐渐的，那漩涡越发磅礴，随着转动发出阵阵嗡鸣之声时，其范围已超越了皇宫，向着整个魁皇城不断的散开。甚至隐隐的可以看到，在那转动的惊人漩涡内，似乎藏着一条长河。白小纯屏气凝神，感受到了那条藏在漩涡的河内传来的阵阵死亡的气息，冥河。白小纯心底默念。不多时，当这漩涡更为庞大，扩散到了整个魁皇城时，白小纯哪怕在这皇宫内，也听到了从下方的魁皇城中传来的无数人的嗡鸣声。这一刻，整个魁皇城的所有子民都传出了声音，惊天动地。而那漩涡也因足够大，使得其内的冥河清晰无比地显露出来，甚至都可以看到河水的流动，仿佛是从虚无中打开了一道缺口，使得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冥河的显化。死亡的气息也在这一瞬从那漩涡内扩散出来，弥漫整个天地。白小纯心神震动，这一幕让他也觉得心惊不已。在他看去，这漩涡好似一只眼睛，此刻睁开了。既是众人通过这眼睛看向冥河，同样也是某个无上的存在，此刻睁眼看向这片世界。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可在白小纯的心中却是强烈无比。就在白小纯神情恍惚时，那佝偻的老者说完了祭祖的四文，袖子一甩，道出了最后的话语：“祭祖开始。”他的声音如同钟鸣传出的刹那，漩涡内也回荡起了更为惊天的轰鸣声，似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那冥河中微微一挥，顿时漩涡中的冥河就掀起了大浪。随着浪花的飞舞，有无数的魂居然从那冥河水中凝聚出来，顺着漩涡向着大地飘然散落。无法形容这一幕的壮观，魂如雨下，数不清的魂在这一刻从天而降，洒遍整个魁皇城。魂太多了，铺天盖地。最重要的是，这些魂似乎都处于沉睡中，即便是其中有天人魂，运气好的话，任何人也都唾手可得。欢呼声也在这一瞬从整个魁皇城内传出，所有的子民都一个个振奋中不断的飞起，去收获祭祖盛典中的先祖恩赐。皇宫内、大殿外，那些侍卫也纷纷抬起手，将洒落的魂收取。与此同时，红尘女等人也都出手，还有天宫、天侯以及那1000多大臣都是如此。对于他们来说，在这祭祖之日收魂，魂的质量不重要，只不过是讨个好兆头而已。当然，若真的能拿到天人魂，则是走了大运。只是天人魂并非每次祭祖都会出现，几率太低太低。白小纯在人群内此刻深吸口气，目露其芒，心底还是有些紧张忐忑的，可更多的却是期待。他知道自己的计策现在就要展开了，此番之后，怕是满朝权贵对自己的恨意将会更大。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们本就对我不怀好意，我就算不这么干，他们有机会的话也不会放过我。白小纯一咬牙，身体有些发颤，伴随着激动与紧张、刺激与忐忑，他长身而立，一跃而起，直奔天空。在白小纯起身的刹那，殿内的大天师双目微微开合一道缝隙，目光落在了白小纯身上。就在这时，白小纯飞出后，右手蓦然抬起，没去仔细辨认，直接就抓住了一个从天而降的魂。这是一个筑基魂。在抓住这筑基魂的瞬间，白小纯忽然睁大了眼，他的呼吸骤然急促起来，他的目中露出无法置信，神色随之狂喜，整个人好似激动的不得了，仰天就大笑起来。天哪，
我居然抓到了这样的魂！白小纯的笑声极大，甚至还故意用修为去催发，立刻就传遍四方，引起了不少的注意。可还没等众人看清，白小纯就一晃之下直奔皇宫大殿而去，速度之快，刹那就到了那大殿外，与红尘女等人齐平后，在红尘女等人的诧异下，他以更大的声音，仿佛天雷轰鸣般，向着大殿内的魁皇激动地喊了出来：“感谢陛下，卑职白皓抢到了一个天人魂！”白小纯振奋中，右手高高抬起，将其手中抓着的筑基魂清晰地显露在了所有人的目中。他的声音太大，动作又突然，立刻就吸引了广场上所有权贵的目光。红尘女距离白小纯很近，闻言一怔，等他看清了白小纯手中的魂后，他面色一变：“白皓，你干什么？还不退下！”红尘女呵斥，其旁的周红更是睁大了眼，还有小圣王以及凌凌城世子也都在看清了白小纯手中的魂后呆了一下。这魂怎么看都是筑基魂，根本就不是天人魂。不但是他们如此，陈好松等天宫也是一愣，但他们很快的就面色大变，看向白小纯的目光露出锐利如刀锋般的光芒。他莫非要逼宫？至于那些天侯，有的已经反应过来，面色瞬间就急速变化，呼吸也都开始慌乱起来，各自内心都咯噔一声。可还是有部分人没有意识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天人魂，这不是天人魂啊！这白皓傻了！哗然议论之声顿时四起，广场外的所有人声音都在传出。其中那位赵雄林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此刻声音极大：“白皓，你眼睛瞎了不成？居然拿一个筑基魂说成是天人魂！你想天人魂想疯了吧？你怎么不说这是一个半神魂？”耻笑之声夹杂在喧嚷中，可白小纯站在那里毫不理会，他的目光看向前方殿内，看向坐在龙椅上的魁皇。此刻的殿内，那些皇子里有部分神色大变，觉得此事不对劲。二皇子对白小纯有些了解，此刻念头猛地通达，呼吸都滞住了，神色中带着惊慌。他这是干什么？难道要逼父皇低头？而魁皇的双眼则是刹那间爆出金芒，死死地盯着白小纯。白小纯此刻看似激动，可心中的紧张很是强烈。魁皇那目中的金芒暴起，让他内心哆嗦了一下，还没等开口，魁皇下方的那两个身躯佝偻的阴冷老者，其中一人其音的声音蕴含着杀机，蓦然传出：“好大的胆子！这明明是一个筑基魂，居然敢欺君犯上！”话语间，这老者一步走出，直奔白小纯，一身天人气息轰然爆发，整个人如同化身苍穹，向着白小纯就轰杀而来，全力出手，干净利落，没有半点迟疑与拖延，似要用最快的速度将白小纯斩杀在此。第775集，这白皓真不是个东西。这阴冷老者的出手如同奔雷一般迅猛而来，白小纯身边的红尘女等人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心神震动。红尘女下意识的就要去阻止，可还是晚了一步。那阴冷老者的修为已经彻底爆发，天人波动轰鸣八方，瞬间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全身上下似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符文，透着天人合一般的波动，轰然降临。白小纯面色变化，急速后退，在他感觉这老者似乎比陈好松还要可怕，这一击若是落下，自己这里怕是难逃此劫啊！一言不合就杀人啊！白小纯心底怕得要命，颤抖中展开全力闪躲。可就在他后退的瞬间，那老者分秒必争般杀来的刹那，殿内尽头坐在黑椅上的大天师，他的嘴角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目中深处也有一丝赞赏闪过，其右手抬起，向着白小纯一指。这一指之下，立刻白小纯的身体外瞬间就有一道黑色的光芒，眨眼间浮现出来，化作了一个气泡，将白小纯笼罩在内。这一切说来话长，可实际上只是电光火石间发生，几乎在这黑色气泡出现的一瞬，那阴冷的老者身体化做了的蕴含了全力的符文一击，就直接的轰在了那气泡上。轰鸣之声在这一瞬惊天动地，震动整个皇宫。气泡崩溃，那阴冷的老者喷出鲜血，面色瞬间苍白无比，竟如被反噬一般倒退而去。落在殿内时，他再次喷出鲜血，猛地回头看向大天师。大天师，你老者怒道。可他话语还没等说完，与大天师的双目对望后，他身体一颤，竟似噎住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何必着急，让这白皓把话说完。大天师淡淡开口时，其前方的魁皇，他按在扶手上的右手已经明显的用力握住，手背上的青筋也都鼓起了一条条。白小纯咽下一口唾沫，面色有些苍白，在那黑色气泡的保护下，他毫发无损。可之前的生死危机却是让他内心再次哆嗦了一下。可眼下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白小纯心头发狠，目中出现冷厉，定下心神后，他大声开口：“老匹夫，我白皓没欺君，这就是一个天人魂啊！你老眼昏花看不出来，我也不问你了。大天师，您老人家给评评理，这到底是个什么魂？”白小纯声音回荡，传遍四方。大天师嘴角那一抹蕴含深意的笑容更为明显。此时他淡淡开口：“
天人魂！他话语一出，所有皇子有的气息急促，有的似呼吸困难，一个个控制不住的神色变化起来，甚至有一些已经身体颤抖。就算是二皇子以及其身边的大皇子，二人这时也都面色瞬间苍白。大天师这是要逼父皇低头，逼父皇说出这是天人魂，以此来重新宣告他的权势。而大殿外广场上的满朝文武，就算是再愚笨之人，此刻也都意识到了问题，察觉到了大天师的意图后，瞬间所有人的神情都起了强烈的变化，不一而足，很是精彩。红尘女胸口起伏了一下，看向白小纯时，目中露出复杂。一旁的周红，其目中更是透露着惊恐，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知道这是大天师要逼魁皇表态。对于白小纯的做法，越是琢磨就越是悚然。小圣王沉默，凌凌城世子低头，而陈好松等10大天宫此刻也都纷纷眼观鼻鼻关心，显然不想卷入到这场漩涡中。大天师说这是天人魂，陛下，您说这是什么魂？白小纯看到了魁皇手背上的青筋，也感受到了其目中的杀意，心底虽然一直打战，但想到自己的立场后，想到了当日灵铺外暗中参与进来的皇族后，他就狠狠一咬牙。话语说出后，魁皇目中的阴寒更多，而四周所有人，包括广场上的天侯天公，一个个都内心咯噔一声，心跳都加快不少，低头的更多了。坐在龙椅上的魁皇呼吸也蓦然急促，右手青筋更多，目中的寒芒似要将白小纯生生剐了一般。大胆白号，满口胡言，这分明就是筑基魂，怎么可能是天人魂？说话的是另一位充满阴冷气息的身形佝偻的老者，他内心叫苦，身为皇族的世代仆从，此刻只能这么去开口。白小纯此时不慌不忙地深吸口气，瞪了那老者一眼，高举手中的筑基魂，转头看向四周的满朝权贵，重重咳嗽一声：“那就让这里所有的天侯天公们来帮我看看，这到底是筑基魂还是天人魂？”白小纯震声开口，实际上这才是他这计策的最终想法。之前的一切都是迷惑众人，让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要逼宫，逼魁皇低头。可实际上，他要逼的不是魁皇，而是这满朝所有权贵、文武大臣。如他当初对大天师所言，他会给大天师制造一个契机，而他看不出这些人的细微变化，判断不出众人心中的思绪。可有了这个契机，大天师或许能看出一二。这出其不意的一句话，随着传出，立刻就让魁皇那里额头也都鼓动着青筋一跳一跳的。这一刻，他的感觉甚至比之前还要糟糕。而那两个阴冷的老者，也都面色陡然在变，瞬间苍白如纸。所有的皇子都身体一颤，有的还暗中松了一口气。至于广场上的满朝文武，纷纷都在这一瞬呼吸一滞。他们之前本以为只要不参与这个话题，就可以避开这一次大天师与魁皇的争斗，可却没想到，原本好好的，突然之间，那该死的白浩居然将矛头一转，对准了他们。红尘女睁大了眼，好像第一次认识白小纯一样。周红、小圣王还有凌凌城世子也都连连吸气，心底忌惮更有惊惧。实在是白小纯之前的表演及节奏的控制太逼真了，他们没想到，更完全没有准备。白小纯真正的目标居然是他们这些权贵。可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如陈好松等10大天公，他们的神色虽也有变化，可却掩饰得极好。实际上，在白小纯之前说出天人魂的那一瞬，陈好松等人就已经意识到了此事最终极有可能演变成这样。不仅仅是他们，还有部分天侯也都在之前就有所明悟，可明悟归明悟，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尽量掩饰，心底的恨以及咒骂却是无比强烈。至于那些之前被白小纯的系列举动误导的众人，此刻在这突如其来的一枪下，神色纷纷变化，对于白小纯的恨已经滔天。他们此刻也都看出来了，这哪里是去辨认魂，这分明就是大天师借助白浩以魂来逼众人当众表态。这种当面表态一直是众人想要避免的，可眼下却是被逼到了死胡同中，心底纷纷对白小纯恨之入骨。在这之前，他们还能浑水摸鱼，可现在却必须要表明立场。可这个立场不好表啊！一旦说这是筑基魂，大天师不会放过他们；可若说这是天人魂，那就是和大天师捆绑的死死的。一旦有一天魁皇占据了大势，他们必死无疑，且会被一灭九族。至于去隐瞒，比如星象魁皇却表露出一副是大天师的人的样子，可此事也不好糊弄。一旦开口，就是当着万众的面选择了立场。先不说大天师信不信，哪怕魁皇能理解，可他们的处境将更为尴尬，日后授人以柄，若有丝毫不慎之处，必定遭受攻讦，惨烈无比。更重要的，今日的事情很显然，就算是大天师自己也都不会相信众人的选择，而他要的也不是相信，而是态度以及大势，哪怕是虚假的，也足以说明了问题。在这大势下，魁皇好不容易暗中积累出的力量将彻底崩溃瓦解，让所有人都看出他再次被大天师压制的同时，大天师也以此事震慑满朝权贵，让那些心向魁皇之人也都内心动摇。
这就是敲山震虎，这白浩真不是个东西，无耻，太狠了，该死，这是逼我们表态啊！众人心中掀起大浪，内心的郁闷已经无法形容，对白小纯怨恨无比的同时，也升起了极度的忌惮。第776集坑死你！要知道，在这葵皇朝内，葵皇被架空，而大天师权势滔天，挟天子以令诸侯。可毕竟皇族血脉至上，不管内部如何，对外还是有一层面纱遮盖的。葵皇虽弱，可也仅仅是这一代而已。难说未来的某一代，或许皇权会重新崛起。且大天师也没有学那通天岛的天尊自立为皇，在一些人看来，于情于理，大天师已经算是仁慈的了。而更多的人也都是对这一事情选择了旁观，不敢参与进去，甚至摆出糊涂看不懂的样子，任由大天师与葵皇在这种关系下维持葵皇朝的延续。只是今天的事情如同一道闪电霹雳，直接就强行的把大天师与葵皇之间的问题，直接的当着所有权贵的面彻彻底底的撕开。此刻广场上的众人内心对白小纯的咒骂已然无数，他们更是心底怒意弥漫，只觉得白小纯太坏了，原本没他们什么事情，可眼下却被生生的拉了进来，甚至大都后悔今天来此。不要说这些天侯天公了，就连葵皇自己也都是措手不及，在这之前根本就没有半点准备，他更是已然明白，今天的事情注定了自身将失去大事。白小纯眨了眨眼，心底也在发颤，可他没别的办法，那位二皇子，就连大皇子早就对他出手了，若非大天师，怕是现在的自己不说死无葬身之地，可也必定是亡命蛮荒。葵皇啊，这件事要怪就怪你那两个儿子吧。白小纯内心轻叹一声，随后深吸口气，打定主意，自己要牢牢地抱住大天师的大腿。整个广场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所有天侯天公都一个个低下头。这还是首次在祭祖之日，整个皇宫陷入如此沉默之中。而相对应的是皇宫下方，葵皇城内来自所有子民的欢呼声远远传来，与这里响成了鲜明的反差。葵皇沉默着，大天师也是无言，殿内的所有人一时皆休闭口禅，二皇子等人也都苦涩中低下了头。可对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白小纯，他们的恨无比强烈，而对大天师的惧恨也全都化作对白小纯的深恶痛绝。这诡异的寂静没有持续太久，天侯中很快就走出一人。此人出列后，向着葵皇与大天师抱拳一拜，抬头时高声开口。周某早已看清，监察使白浩手中的正是天人魂。随着第一个表态之人出现，很快的，第二个、第三个，此地的100多个天侯陆续出列，相继表态。那正是天人魂，没错，仔细一看，这就是天人魂。每个人口中所说都是天人魂。这里面有人是真的心向大天师，可也有人并非如此。但无论怎样，此刻他们的回答都干脆利落，没有任何托词犹豫，直截了当。只不过其中不少是心中骂着白小纯，神色却肃然无比，指着筑基魂说那是天人魂。如那当初围攻白小纯的9大天侯便是如此，尤其是赵雄林更是心底不断咒骂，可口中却大声传出如洪钟般的声音。赵某也看清了，那的确是天人魂。每一个天侯出列，都让大殿内的皇子们面色苍白一些，那2个阴冷的老者也都嘴里犯苦。至于葵皇，他此时反倒平静下来，坐在那里，目光没有落在广场的天侯天公身上，而是看着白小纯。他神色中之前曾出现的冰寒已经消失，整个人面无表情，只是那目中的深邃，似要将白小纯牢牢记在心中。越是这样，白小纯就越是心底发寒。但一想自己是大天师的人，这葵皇再厉害也动不了自己，于是胆气也壮了起来。葵皇算个鸟，老子拍过巨鬼王的头，葵皇的头有机会也拍一下，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白小纯咽下一口唾沫，给自己壮胆时，广场上的天侯又有不少人开口表态。很快的，100多个天侯已经全部开口，所有人口径一致，纷纷说出天人魂这3个字。随后10大天公也都没有任何迟疑，站在那里各自开口：天人魂，天人魂。包括陈好松在内的10大天公，他们的回答一样统一无比。这一幕让殿内的皇族子嗣一个个身体发颤，也许是气的，但更或许是被吓得害怕的发抖。直至红尘女等人代表4大天王也都承认了那是天人魂后，这一瞬，整个广场上再次安静下来。可这一次的安静却代表着大天师的权势再次滔天而起，甚至其强烈的程度超出了曾经。这毕竟是葵皇与大天师首次明面上的真正交锋。大天师一句话，所有人都要低头，这种权势已经无法去形容。正如白小纯所说，大天师需要的不是知道每个人的想法，他只需要让所有人都害怕，这就足够了。大殿内，大皇子、二皇子等人一个个面无血色，苍白无比。这一幕让他们重新体会到了羞辱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恐惧。
那是对大天师的恐惧，那是任凭他们暗中有什么样的动作，可在大天师的这种大事面前，都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惶恐。更有悲哀，堂堂皇族竟没落至此。魁皇的目光在白小纯身上停留了许久，站起了身，不看四周任何人，更没有去看身后的大天师，向着后殿走去。那2个阴冷的老者也都深吸口气，死死地盯了白小纯一眼后，跟随过去。至于皇族子嗣，也都一个个快速跟随，一行人很快的就从这大殿内离开，期间没有一个人说话，可每一个人都在离开前深深地看了白小纯一眼。广场上群臣沉默，任由魁皇等人离去后，他们抬起头时，看到的是那大殿内此刻唯一存在的坐在那黑椅上的大天师，看到了大天师的目中露出的一抹漆黑的光芒。实际上，自始至终，大天师都在关注广场上几乎每一个人，无论是天侯还是天公。这场白小纯的戏法下，他们这些人每一个细微的表情以及心魂的波动，都在他的目中清晰可见。他不说看出了全部，可也有了不少的判断。那漆黑的瞳孔内隐隐有寒芒一闪后，这才站起了身。随着起身的动作，广场上的众人都抱拳一拜，恭送大天师、魁皇。都散了吧，白浩，随我来。大天师赞赏的看了看白小纯，淡淡开口后，向着后殿走去。都散了，散了。白小纯注意到了大天师的赞赏，口中一样大喊的同时，心中也松了口气，渐渐升起激动。他觉得自己今天算是干了一件大事，尤其是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他作为主动，这种感觉让白小纯觉得极为刺激。虽有后怕，可想到大天师给自己撑腰，白小纯就抖擞起来。我这一次算是立了大功，不知道大天师会怎么赏赐我啊？白小纯双目冒光，快走几步就要跟随大天师的脚步，正兴奋时，忽然觉得自己身上似乎凝聚了很多的目光。他立刻回头一看，顿时就看到广场上的那些天侯天公，有不少人看向自己时，目中都带着仿佛在看小人得志一般的神情。白小纯立刻就不高兴了，尤其是那赵雄林，他身体本就魁梧，此刻牛眼瞪得溜圆，似若有可能都想要将白小纯生生撕开一般。敢瞪我？白小纯抬起下巴，袖子一甩，大声开口：既然大家都说我这个是天人魂，我果然没看错，今天的运气真好啊！白小纯说着，直接将手中的筑基魂扔给了瞪着眼睛的赵雄林。赵天侯，大天师召见我，这个天人魂就放你那里，你先给我保管，明天一早我去你家取，别给我弄丢了呀，这可是天人魂。白小纯一把扔出手中的筑基魂，也不管赵雄林有没有接住，头也不回一跃而出，直奔大天师而去。第777集18火配方。你！赵雄林呆了一下，怒意瞬间再也压制不住，疼得直冲满门。可眼看大天师还没走远，他就算怒气再大，也不敢爆发出来，只能呼哧呼哧的强自压下，身体都气得哆嗦了，面容也因此而扭曲，心底更是狂骂不断。他就算是反应再慢，也都看出了，这分明是明抢啊！该死的白浩，给我一个筑基魂，让我还他一个天人魂！赵雄林觉得自己要爆了，心底的憋屈到了极致，更是肉痛无比。要知道，天人魂对他而言也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贵财富。毕竟天人魂的数量有限，对于蛮荒而言，在晋升天人时，若能拥有一个，可增加一些成功的几率。如此一来，白小纯的这种做法就是在挖肉一般。赵雄灵气的浑身哆嗦，觉得整个人在这一瞬都不好了。四周的其他权贵也都愣住，看向白小纯的背影时，一股寒意从脊梁骨升起，对白小纯这里的雁过拔毛感受极深。太狠了，这是明目张胆的坑赵雄林。明天去取时，这赵雄林无论如何也要给出一个天人魂。远处的大天师，他虽背对着广场，可对于身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感受得清清楚楚。眼看白小纯如此做法，他原本平静的神色也都抽动了一下。罢了，就当是给他的奖励了。大天师没去阻止，今天白小纯的表现让他很是满意。此刻摇了摇头，等白小纯跟上自己后，继续向前走去。白小纯眼看大天师默认，精神更为振奋，一路高势阔步的跟着大天师回到了天师殿外。在这里，大天师没有多说，只是让白小纯取出监察府的令牌，一指之下，那令牌散出黑光，闪动了属下后，淡淡开口：从此之后，你可长3000军，回去好好歇歇，用不了多久，你那3000师魁军就可以出动了。此后所获，你可自行取一分作为赏赐。说完这些，大天师就踏入天师殿，从头到尾没有回头，也没再去问白小纯关于李天侯以及陈天侯家中被他私藏的物品，甚至更是开口定下了日后白小纯抄家的收获。这赏赐之大，超了天侯家的白小纯很是清楚，他立刻就激动起来，声音昂扬，抱拳大声开口：白浩甘愿为大天师赴汤蹈火。眼看大天师进入天师殿，白小纯这才神采飞扬，志得意满的转身离去。不多时，他就带着那1000尸魁飞出皇宫，一路横行，气焰嚣张，跋扈异常，直奔监察府。
看得路过的天公天侯等权贵们尽管牙根直痒痒，却一时不敢轻应其风。回到了监察府后，白小纯第一件事情就是拿着令牌，神识融入后，感受到了地底埋葬的那些棺材，立刻召唤。轰咚之声在这监察府内不断的回荡开来，一具具棺木直接就从地底冲出，竖立在监察府的四周，因数量太多，有不少则是漂浮在了半空中。整整2000！苏醒吧，我的黑甲大军！白小纯非常兴奋，大吼一声，随着他声音的传出，立刻那些棺木传来咔咔之声。很快的，那2000个棺材盖子同时被掀开，从其内走出了2000个穿着黑甲的大汉。这些大汉身上散出腐朽的气息，最弱的也都是元婴中期，甚至这一次里面的半步天人足有4位。他们的双眼几乎同时睁开，在双目开合的刹那，一股无比强烈的煞气惊天动地，轰然而起，使得监察府的上空形成了一个黑色的漩涡，不断的旋转中，雷芒闪耀，磅礴的气势引动了四方的关注，更是让看到之人纷纷骇惧。监察府的尸魁大军又多了，这是2000，加上之前的1000，那白浩如今可掌握的大军已足足3000啊！3000尸魁，这股力量实在太恐怖了，已经可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了。议论之声顿时就在这魁皇城四方纷纷而起，更有不少权贵也注意到了这一幕后，心底都是一惊，面色都阴沉下来。知道这个时候的白小纯，其势力之大，已经让人无比忌惮。白小纯激动的浑身颤抖，他的双眼冒光，看着那2000尸魁，更是一挥手，顿时他之前的那1000尸魁也都出现，3000尸魁的同时列阵，使得监察府上空的黑色漩涡更为磅礴。更是在这个时候，白小纯看了眼手中的监察令，此令不仅仅是多了2000尸魁，更是仿佛开启了一个神通。白小纯研究之后，神识在内移动，顿时这监察令竟出现了一道黑芒，直奔曾经那位吞噬了妇人心剧毒的黑甲大汉而去。瞬间融入后，这黑甲大汉全身颤抖，气势不断崛起，在白小纯的期待中，蓦然发出一声咆哮。随着咆哮，他的气息竟再次回到了曾经的准天人程度，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吸收其他尸魁的气息，来短时间维持自己的巅峰。这正是监察令权力加大后，白小纯获得的赏赐之一。谁敢惹我？白小纯哈哈大笑，只觉得这一刻的自己不说天下无敌，可干掉个天人实在是易如反掌。事实也的确如此，他的身边如今有一个准天人尸魁，5个半步天人黑甲，近3000元婴大汉，如此实力，白小纯甚至觉得若能带回通天东脉，自己都可以去与星空道集宗叫板了。还是跟着大天师好啊！白小纯乐得屁颠屁颠的，之前在皇宫内因魁皇的注视而升起的不安，此刻也都消散一空。现在我已经是整个蛮荒的大人物了，简直是举足轻重啊！白小纯踌躇满志，陶醉中正要带着这3000尸魁在整个魁皇城内溜达一圈，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厉害时，忽然的，他的储物袋内白浩喜不自禁的声音直接传入他的脑海中：“师尊，18色火的配方终于被弟子创造出来了！”白小纯眼睛猛地睁大，内心顿时激动狂喜，大笑起来。他觉得自己今天是双喜临门，不但势力扩大，等待已久的18色的配方也都完整。此刻他也没了去溜达的想法，赶紧让这3000尸魁守护四周。自己快速去了闭关之地，封印四方后，白浩立刻飘出。白浩也神情振奋，将这18色火的配方凝聚在了一枚古简内，递给了白小纯。看着白小纯在那里神识翻阅，他心中很是满足与期待。片刻后，白小纯收回神识，沉下口气，看着白浩，他明白18色火的配方对于整个蛮荒而言，其价值之大难以形容，甚至都超越了天人魂。无数人想要拥有，想要获得，但18色火的配方只有地品炼魂师的家族具备，这样的家族轻易不会将18火配方交出。好徒儿，为师若能成为地品炼魂师，你功劳居首。你说，你想要什么，为师一定给你做到。白小纯认真的说道。得到师尊的夸奖，看到师尊的喜悦，白浩升起了被认可的感觉。对他来说，白小纯既是自己的师尊，也是自己唯一的亲人了。对于自己能帮助师尊，他觉得很是开心。师尊，我也没什么想要的，以后再说吧。接下来我要按照这个思路去创造19色火的配方。白浩目中露出坚定，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到，也期待19色火在师尊手中出现后那震撼整个蛮荒的一幕。我要竭尽所能帮助师尊成为天品炼魂师。白浩在心底默默发誓后，向着白小纯一拜，回到了魂塔内。他要抓紧时间去研究。白小纯看着魂塔，心中感动。他知道对于自己这个徒儿，鬼修的功法很关键，可在这蛮荒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功法。沉默中，白小纯叹了口气。